眼看几次想要偶遇季逸清不成，也打听到季逸清和九月的感情很好，知道想要嫁给季逸清的事是不会成了，本着怎么也要共度一夜的想法，毕竟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打听到今日的季逸清要去寺庙办差，回程的路上就直接让人追打季逸清所乘的马车，而后直接将季逸清掳走。几个大汉把季逸清给抢上了马车，那蒋家姑娘在马车上就迫不及待地给季逸清下了药，沐天席地的也别有一番滋味嘛。谁料季逸清因为9月这段时间耳提面命的提醒，随身带着小刀，抬手给了自己一刀，翻身就从马车上滚了下去。那蒋家姑娘猴急的呀，让季逸清根本就来不及吃9月给他备的可解百毒的解毒丸，生怕自己沾到了那蒋家姑娘。也好在跳马车的地方地势平坦，只滚了几圈就被随后而来的护卫给截住了。这里到底是山脚下了，人来人往的，蒋家姑娘也不好再追打，只想着下次再寻法子。就这么扬长而去。季昭眠在原地走着，季家其他人骂骂咧咧，却毫无任何办法。帮不上忙就闭嘴。昭眠，你不是也可以写奏折吗？可不能让你弟弟吃了这哑巴亏啊！你就写信告状。季昭眠看了两人一眼，没有多想什么。这事儿9月肯定是不会只跟那蒋姑娘计较，要搞的话9月肯定是会连带着蒋家满门一起搞，更不可能皮卖让蒋姑娘占一个季逸清妾室的名头，这完全就是别来挨兵。所以这事儿就算是要搞蒋家，那也绝对不能够把二弟明面上扯到这件事中来，水至清则无鱼。只要想找，肯定能找到蒋家的罪证，或大或小，就看怎么运作。季昭明刚想说话，就见少卿站在一边，两人对视一眼。你有，自从发生那蒋家对大人有非分之想，我就一直安排人在收集了。既然如此，那蒋侍郎就只能怪自己子不教父之过了。季青右手手臂一条很深很长的伤口，左手手掌横贯了一条深可见骨的伤口。9月仓促间拿出了腰间的小包包，刚把瓶子拿出来，季青动作一急，整瓶解毒丸倒在了地上，而后季青大脚一踩，碎的捡都捡不起来。这人真不是故意的吗？9月抬眸看着季青不甚清醒的样子，知道季青不是那种会拿自己身体开玩笑的人，况且他平常又不是不配合，季青又不是不满意。季青慌乱地扯着9月的衣衫，我没让他碰到我划破自己的手了，我好难受啊。9月往常怎么没觉得9月穿的里3层外3层的，怎么那么难脱呀？唰的一声，季青直接把9月的衣服给撕了。9月没让季青立刻得逞，任由季青脱的衣服。我知道，你先等等，我给你扎针解药行。不等，我不等，你给我。说着话的9月一边亲吻季青，一边扎了季青一针，而后手快速地搭在季青的手腕上，给他搭脉。脉象混乱，这药霸道的，若不是解毒，人就会爆体而亡。竟然敢给季青下这种药，找死！最后实在没法子，9月只能一边给季青解毒，一边给他扎了几针。手上的伤口也只能在房事间隙见缝插针的给季青慌乱的捆上。季青粘人的不像样，根本就接受不了9月片刻的游移和抽离，折腾了大半夜，季青终于疲倦的睡了过去。9月长出了一口气，只觉得身体都快要不是自己的了。还好他身体素质爆好，哪怕是这样折腾，也只是疲惫了些。若真是没有什么底子的姑娘，就这霸道的药效，两个人总会有一个人非死即残。9月给季青再扎了几针，顺便给他细致的处理手臂上的伤口。季青哼几声，微微睁开眼睛，一眼就撞进了9月的双眸里，虚弱的喃喃：9月，我在呢，是吧？本来脑子里还记挂着什么，想说2句要9月小心还是什么，结果身体的疲劳和缺血让他眼睛闭上就沉沉的睡了过去。他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不说他不会善罢甘休，9月不闹个天翻地覆也是不可能的。穿好衣服会有些软，腰也酸得不行，根本就没有思考其他，抬手就给自己扎了一针。这个穴位是强行刺激身体机能的，类似于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有点伤身体，但9月根本就不在意。这样的事儿9月能忍下去，他就不是9月了。
九月缓步打开了房门，院子里灯火通明。少卿捧着一沓资料跪在院子中央，请东家责罚，是少卿大意，才导致大人受伤，让东家受累了。行了，若真是谁出点什么事都怪罪在你头上，你有几条命够我杀的？起来吧。所有人好像都知道这件事儿不会过夜的，等季青缓过来，就是九月清算的时候了。不管季青到底什么时候缓过来，九月一定会立刻处置。所以哪怕这会儿已经子时过了，但所有人都等在了院子里。娘进去收拾收拾，顺便给一清换套衣服，熬点小米粥什么的。少卿站在一边捧着手里的证据，九月随手翻了翻，这蒋姑娘竟然不是第一次，这欲望这般强烈，是有瘾还是有病？九月不想深究，敢碰她的人却要做好心理准备受死。都查清楚了？查清楚了。弟妹，这件事我已经准备好了蒋家犯事的证据，势必会让他们脱一层皮，所以弟妹大可不用亲自跑这么一趟。要多久？若真是他的方法来，蒋家会脱一层皮，但时间会拉长，怎么也要1个月左右。哼，大哥，这一点你就不如易清了。若是易清这会儿醒着，就该给我递刀了。若是季青这会儿若是醒着的，别说是递刀子了，刨坑埋人不都干过好多次了吗？别说季青了，就是他也干过好几次了，好吧？季青还伤着，既然如此，收尾的事情就只能他来了，势必让九月出气不说，对名声也不会有半点不利。再说，我什么时候让事过夜过？是吧，大哥？黑暗让九月美得越发的肆意，她是专为黑暗而生的美人儿。抬眸，冀州野三兄弟也站了出来。冀大湖连夜把兄弟3人从书院喊了回来，只说是家里出了事儿，等回家他们才知道季青遭了难。三兄弟脑子从未转过那么快，满脑子都是完了，二嫂要大开杀戒了。但三兄弟都一边在心里哀嚎，一边在心里想着九月肯定要去蒋家，而他们需要给九月的行事换上一个合理的理由，把九月给摘出来。虽然不赞同九月的做法，但他们打不过，骂不过，干不过，还不如好好的给九月收尾，省得对他们的名声也是连累。少卿拿来黑色的披风，九月双手一翻，灯火通明的院子只看得到那个身穿红衣的张扬女子。前几日得了信，说是正峰山上的土匪下山还进城了，不知因为什么，所以刚大人回来没多久，我就让人把那些土匪引到蒋家南街的铺子上去了。瞧瞧这人这觉悟，瞧瞧人这做事能力，加薪必须加薪啊！若不是我把寿星给收了，这便宜了谁啊？这果然我的眼光很好。动静闹大点。话音刚落，空中倏然升起了一束红色的烟花，咻的一声，东家成了。走到大门前，端端正正的站着一排又一排孔武有力的汉子，约莫30个人。这少卿真是给再多银子1个月都不为过的。这是我最快召集到的人手，个个都有力凶杀。九月觉得自己真有上门找茬的模样了，和自己单枪匹马上门的感觉还真是不一样。九月一边走，小手把玩着腰间的令牌，这是秋烈回来的时候皇上赏的。荣家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完成，九月的真正赏赐说到底是没有真正下的，所以给九月一块令牌玩。有这个令牌，九月随意出入皇宫不是什么问题。不多时，众人到达蒋家的门口。砸！身后的大汉快速上前，守门的不过2个护卫，砰砰砰的几下就生死不知的躺在地上。有大汉拿出了大刀，伸进门缝一卡，拦门的门栓咔嗒一声掉在了地上。你是何人？天子脚下，你蒋晴晴呢？我大半夜的睡不着，来找你家小姐说说话。胡扯！哪有大半夜像个强盗土匪似的上门来找人说话的？哼，原来这就叫强盗土匪了呀！这才哪到哪儿呢？没见识！等会儿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强盗土匪，让这家里能做主的来见我。抓住他！说完，管家身边的几个护卫扬起大刀就要上来。跟着九月的大汉大部分都是拿棍子，虽然是杂牌军，但都知道九月是东家。这会儿看到九月被人发难，忙上前想要帮忙，却被少卿拦住。等会儿，
就九月那笑眯眯的样子，一眼就看得出来一股邪火没发出来呢。不让九月过个瘾，给人放点血，这事儿哪那么容易就结束啊？九月自腰间抽出了小刀，鬼魅般的身形猛地出现在管家的眼前，唰的一声，管家的耳朵被九月削下来。耳朵长来不会听话，削了的好。管家只觉得耳朵一凉，随后脖子一热，血瞬间流满了衣领，余下只剩下尖叫。九月手里的小刀毫不犹豫地直接伸进了管家的嘴里，嚎震的尖叫被闷在了嘴里。所有人都没有看到九月是如何出手的，震人心魄。可以找能做主的人来了吗？蒋家的护卫瞬间一拥而上，九月的眼神瞬间狠厉。明明态度很好来着，我好好说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有人不能听我好好说的时候主动去做呢？手掌一翻，手中的手术刀瞬间变成了一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杀气。不过一两息的时间，地上就倒了3、4个捂着脖子、身子不停的抽搐，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护卫。知道这是绝对打不过了，护卫头头大喊一声：“全部住手！”姑娘，护卫头头很想说：“你到底干嘛的？打劫不像打劫，杀人，杀人还挺像是杀人的。地上躺着好几个呢。”哼，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自报家门了，可真是不该。我叫九月，9月的9，9月的月。阎王要你死在9月，你就得死在9月的那个9月。眼看护卫头头还在那战战兢兢，还不快去！护卫头头哪还敢怠慢，脚步踉跄地往主院奔去。蒋侍郎和他几个嫡子庶子们系着衣服飞奔而来。少卿的人极有眼色地给九月端来了椅子，九月惬意地坐在院子里，翘着2郎腿，轻声不知道哼着个什么调调。蒋侍郎一听护卫头头说九月来了，整个人都僵了一下。当初在猎场，他是那群被九月保护的重臣中的其中一位。九月的手段，他虽然年纪大了，但也不至于老眼昏花看不清楚。况且那日在场的所有人可都瞧出来了，九月在丰原帝那里地位可是非同一般的。况且九月那救驾之功可还没有赏赐呢，这夜闯侍郎府，杀了府里护卫，到底是所谓何事啊？蒋侍郎真是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侍郎大人，蒋侍郎心高气傲的手往前一伸，就想指着九月怒喝，被蒋大公子一把给按住手。他可记得秋猎那日容妃指着九月之后的下场，但按住了手，没按住嘴。九月，你这是要干什么？夜闯我侍郎府，杀我护卫，砸我府邸，你这是要造反吗？少卿将整理的关于蒋家的罪证递给了九月，而后只听啪的一声，几本封好线的本子猛地一下砸到了蒋侍郎的脸上，被砸得踉跄的往后退了一步，一屁股就跌在了地上，连带着扶着他的蒋大公子也都被带得跌在了地上。九月！说话间还想要骂，在旁边的蒋大公子和几个儿子看清地上的东西，皆被吓破了胆，连忙制止般的大声喊道：“爹！”无他，地上那些东西若是旁人或许不熟悉，但蒋家人是熟悉的。蒋侍郎随着蒋大公子的视线望向刚刚砸向他的本子，瞳孔一缩，这会儿哪还敢说九月什么呀？冷汗唰的一声就冒出来了。九月，我知道我名字好听，不用一直叫我。怎么蒋晴晴还没来呀？都说了我要找她聊聊天，聊聊天怎么就那么费劲儿呢？话音刚落，2个大汉扯着只穿着锦衣的蒋晴晴走了出来。爹！蒋侍郎双眸一闪，想起当初蒋晴晴提起过季忆清，蒋侍郎也是动了心的。那季忆清可不就是面前这女罗刹的夫君吗？难道晴晴又像往日里那般了？可往日里顶多就是些没什么官位也没什么家世的小公子，这季忆清不仅是朝廷命官，更是九月的夫君呢。少卿，你读过书，知不知道子不教的下一句是什么？少卿还来不及说什么，蒋侍郎已经来到蒋晴晴的身边，啪的抬手就是一巴掌。蒋晴晴被打懵了，捂着脸满脸的不可置信。爹！蒋侍郎年纪到底是大了，像是没吃饭一样。
蒋侍郎啪的一声又是一巴掌。九月充耳不闻，只摇头啧啧两声，还是很不满意。不就是给他夫君下了药吗？那不是没成事吗？用得着像个杀人狂一样的打上门来吗？蒋大公子连打着蒋家几个往日里最娇宠蒋晴晴的几个兄长，全部来到了蒋晴晴的身边，直接将人给围了起来。蒋晴晴惊恐的连话都来不及说，就被连扇了几巴掌。到底都是些壮年男子，几巴掌下去，蒋晴晴的脸肿得像个发面馒头。晴晴，娘，晴晴，晴晴，你们是疯了不成？竟敢这般打晴晴！老爷，你就这么光是看着？往日里你可最是疼晴晴的，怎可由着他们这般打晴晴？晴晴闯了大祸了。大祸？什么大祸？你是侍郎，就算晴晴杀人放火，你都可以摆平。记什么？那小官，怎么完就完了？住嘴！九月捏着手术刀，缓步走向侍郎夫人。说得好啊，说得好，玩就玩了是吧？侍郎夫人一看九月那模样，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你！少卿立刻带人把蒋晴晴和蒋家人拉开。蒋侍郎拼命地朝着九月喊：九月，你大人有大量，别同他计较。他一个妇人见识短，说话不经脑子。这个九月，难道是那个九月，季义清的夫人？我……既然一个小官儿玩就玩了，那你一个侍郎夫人，死了也就死了。话音一落，只听唰的一声，娘，夫人，别急，马上就到你们了，都得死。九月，你谋害朝廷命妇，该当何罪？我可是户部左侍郎，朝廷三品大员，我岂是朝廷封的诰命夫人？你以为你杀了我妻还能全身而退吗？我要你给我妻偿命，偿命！侍郎大人，5年前兼任巡盐御史，2年前侍郎大人迁了祖坟，可真是有孝心的紧，自己发达了，连祖先都不忘记，寻了个不知多好的风水宝地，供奉你蒋家的祖先。不可能的，九月怎么会知道那件事？我做得如此隐蔽。屠村，你都知道什么？侍郎大人可真是折煞九月了。九月一见妇人，哪能知道什么？不过是知道你连着你的九族，马上就要和你的老祖宗们见面了，也不枉费你千寻万寻的寻了那么好一个地方，你说是吧，侍郎大人？你不会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侍郎大人可真是孤陋寡闻了，不知道自古以来好东西嘛，可都在墓里呢。我呢，就是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想不到啊，想不到，侍郎大人真是艺高人胆大，那样的事都做得出来。你把你蒋家的老祖宗放在那样一个地方，是真不怕你蒋家老祖宗被那些冤魂给生吞活剥了，是吧？蒋侍郎浑身剧烈颤抖，冷汗扑簌簌的往下直掉。屠村、贪墨、侵占良田、买官鬻爵、豢养暗卫，有吗？九月说一个，蒋侍郎和蒋家人就抖一下。看起来要造反的怎么都不像是我。哦，对了，还有纵女淫杀良家子，3个还是4个？蒋侍郎怕是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吧？这罪名听起来都脏耳朵，说起来你蒋家还是书香世家呢，养出这么个玩意儿。蒋晴晴怒目，却丝毫不敢再造次。他知道今日这一遭，连他母亲的死都是因为他引起的，皆是因为他给季义清下了药，伤了季义清，这九月才打上门来的。但他历来高傲惯了，要他和九月低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只能狠狠地瞪着九月。九月看着蒋晴晴的模样，希望等会儿你还能一直瞪着我。还有1个多时辰，侍郎大人怕是该去上朝了吧？1个时辰之后，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朝堂之上。少卿，记得把灵苏县桃花村的事儿好好同大哥说说，这可是大功一件，
谁知道能从蒋家祖坟里起出多少银两来？这功劳可不能落到旁人的头上去了。是。你要什么？银子、官位，让你夫君上位还是什么？你说，我都能做到。今儿个怕是没法睡了，1个时辰之后还得去给我夫君请假去呢。9月轻飘飘地看向了蒋晴晴，话音刚落，蒋大公子已经扑向了蒋晴晴。蒋晴晴凄厉地叫喊：“大哥！”此事因他所起，自然该用他来还。不过是一个女儿，我宠爱了她这么多年也够了。若不是她，今夜蒋家怎么会遭此祸事？拿刀的拿棍儿的，蒋家人一拥而上。蒋四让人把那口眼歪斜、腿瘸又丑陋的马夫给叫来了，扑上去就一下子把蒋晴晴的衣服给扯开了，像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暗月阁所有的人都直接背过身不去看。脏眼睛，这板子啊，只有真正的落到了自己的身上，才能体会那痛彻心扉的痛。蒋晴晴被自己的父兄折磨的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苟延残喘着，浑身上下半块好地方都找不出来了。甚至因为9月说了一句吵，蒋晴晴的舌头就被蒋侍郎亲手给割了下来。眼见快要到平常上朝的时辰了，9月站起身，笑着看向蒋家的男人们：“罪证加一，虐杀亲妹，虐杀亲女，在场所有人皆是人证。蒋晴晴身体就摆在那儿，人证物证俱全。侍郎大人，蒋家可真是好家教。”你说什么？你答应了我的，你答应了我的。侍郎大人莫不是耳朵不好使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话了？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你是故意的。你若是没说那种话，没暗示我们如何做得出这猪狗不如的事情来？小蒋大人好生凶残，9月不过一个小小女子，吓都吓死了，怎么可能会暗示你们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呢？我不是直接明示你们的吗？不过那又如何呢？明示也好，暗示也罢，你们又能奈我何呀？杀人的是你们，虐杀了亲妹亲女儿的是你们，我呢，也就是说了2句话吧。闻言，所有人都知道回天乏术了。9月冷冷地看向蒋侍郎：“子不教，父之过。”答对了，有奖励，奖励你蒋家9族消失。走吧。蒋家从根子就已经坏了，覆灭是必然的。主子不过是推进了这件事罢了。刚出侍郎府，季昭眠衣衫微微有些凌乱地跑了过来，一夜未睡，整个人却是很精神。你们几个跟我来吧。9月打了个哈欠，对他们要干什么半点不感兴趣。大哥，我回去睡了。季昭眠嗯了一声，9月出门他就去做善后处理了。这会儿正好到侍郎府，也不管9月要睡觉还是吃饭了。季昭眠匆忙地和少卿对口供，身后跟着季昭眠的几个人往侍郎府里拖进去了几具尸体。少卿匆忙地瞥了一眼，怎么有2个是那正风山上的土匪？季昭眠这是要干什么？让他们回去，人不宜太多。少卿点头，那些大汉没多大会儿就消失在了街角。少卿三言两语的把除去资料上的蒋家的罪证说了一通，着重说了一下关于桃花村的事情。畜生！第2天的朝堂之上，季昭眠大义凛然的上奏，弹劾蒋家父子背弃人性，猪狗不如，戕害亲生血脉。蒋家父子侵占良田，残害无辜百姓。昨天陈帝从城外回城，偶遇了镇风山的山匪，而后立刻命家中的护卫跟了上去，一边让下人去告知官府的人，一边自己也跟了上去。谁知道最后那山匪洗劫了蒋家南街的铺子以后，被陈帝追得满都城的跑。陈帝在跟山匪搏斗之时不慎受伤，这会儿正在家中休养。而微臣得了信，最后在蒋家的门口捉拿了最后几个山匪，但遗憾的是，侍郎夫人已经被山匪所杀。谁知道兵马司跟巡防营的人本想去侍郎府告知蒋侍郎商铺的事，但是却看到了令所有人回想起来都头皮发麻的事：蒋侍郎及家中2郎丧心病狂，不知何故，竟将蒋晴晴虐杀，满地鲜血，让人一眼瞧过去就觉得畜生不如。侍郎府被山匪乱伐一通，其中微臣找到了一些东西，就是刚才微臣说的那些罪证的证据，所以今日不得不紧急上奏。
本来蒋大都以为季昭眠要说桃花村和祖坟藏银的事情了，但季昭眠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他不说桃花村和祖坟的事情，因为谁也没有想到，昨日那山匪当中竟有一个是当初桃花村的村民后人，只是在外跑伤逃过了一劫。看了看还在声嘶力竭说着昨夜9月夜闯侍郎府的蒋大，蒋大自知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辩驳，但此事全都是因9月所起，不把9月拉下来，他怎能咽下这口气？所以他咬死了说9月目无法纪，虐杀朝廷命妇。他母亲可是朝廷亲封的诰命夫人，9月无法无天，根本就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季昭眠冷眼瞧着，今儿个他就站在这里，不管他是7品也好，8品也好，他蒋大只要能把9月的名声给抹黑，能让天下所有人都觉得9月目无法纪，滥杀无辜，残暴血腥，不堪为人，那他就是输。就像9月说的，他蒋家本就该死，我不过是推进了这件事。你空口白牙说9月夜闯侍郎府，证据呢？你什么都没有，就敢这么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到9月的头上。谁人都知道9月在秋猎之时救下了蒋侍郎，结果蒋家不仅不敢，却还要在这个当口污蔑9月，且在场不少大人都曾被9月所救。9月为何要无故虐杀侍郎夫人，总得有个理由吧？我弟弟因为追匪之时受伤，你们却一直把此事往他的妻子9月的身上引，到底居心何在？要知道9月不过是一介女流，如何能再有几十个护卫的侍郎府作威作福？蒋大人这话说的不亏心吗？还说你就是故意的，难道说你蒋家有什么秘密被9月知晓，所以你才污蔑9月？巴拉巴拉一张巧嘴，愣是把朝堂上所有人说的一愣一愣的。你说9月杀了侍郎夫人，证据呢？没证据讲个屁！我说你们虐杀了蒋晴晴，而且证据就在你们自己的身上。那兵马司的人赶到蒋家的时候，你蒋家男人们身上还挂着蒋晴晴的血肉，几十双眼睛可都瞧得真真的。你们如何辩驳？我家9月善良温柔又有大义，绝不可能会做出虐杀侍郎夫人的事来。侍郎夫人就是被山匪所杀，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啊，你没证据，你就是诬告。9月好心救了你跟你爹的狗命，你们将仇报，你们没有良心，不堪为人，还说9月杀了你娘，那不能告。你说你家护卫是证据，你都说了是你家护卫，他们的证据不作数。我这边证据妥妥的，兵马司巡防营的人都看到了你们的血，还有那纸上桩桩件件罄竹难书的罪证，可都还在。端坐在龙椅上的风原帝嘴角的抽了抽，一介女流？9月那是普通的一介女流吗？那是一朵霸王花好吗？蒋大跪在地上一时语塞，他要如何说？说季青是怎么受伤的？他并不知道季青是怎么受伤的呀。季昭眠呈上的证据里就有蒋晴晴坑害良家子的证据，季青可不仅仅是良家子，还是朝廷命官。一旦说出去9月去侍郎府的原因，那不就又在他们罄竹难书的罪证上又加了一个罪名，坑害朝廷命官。季昭眠舌灿莲花，一边故意往重了说蒋家的罪证，一边说9月善良温柔有大义，但胆子小。说爽了，说顺嘴了，说到胆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有点莫名的心虚，声音都小了不少，惹的不只是风原帝，连带着朝堂上不少大人脑门都突突直跳。尤其是那日见过9月乐呵呵的一脚把容妃踹飞，一脚踢在太子的屁股上，用旗帜把风原帝给捆成了个萝卜，桩桩件件，那在场几十双眼睛，其他人真就一点都不心虚吗？真就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做胆子小。敲登闻鼓的要先滚打钉床，当鲜血淋漓之人被抬上大殿，嘴里激动的大喊着：蒋侍郎为一己私欲屠杀桃源村村民172人，只为将蒋家祖坟迁移至桃花村，后又和灵苏县县令勾结，将我桃花村无辜被害之人说成是因洪灾而死，贪墨赈灾银两，畜生不如，枉为人！满殿哗然。刚刚季昭眠说的那些，和这屠村比起来，真是小事一桩了。就为了一个祖坟，竟然有人会屠杀一个村子的人，那是100多条人命，100多个无辜的老百姓啊！紧接着，那人不顾满身心血，接着就说了贪墨之事。蒋大自知大势已去，跪在地上不再言语。
蒋侍郎吐血之后就起不来床了。蒋大今日之所以上朝，不过是想把九月给拉下马，甚至若是能让季家兄弟吃个亏呢，也是好的。谁知道季昭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竟然还让季义清立了一功，压根儿没有猜到季昭眠换的季义清的衣服上的。待那桃花村村民字字泣血的状告完，也许是知道了事情已经成了，但为了众诚，也为了将蒋家生生的刻在耻辱柱上，一辈子不得翻身，男人突然站了起来。爹娘，今日我有幸上达天庭，将我桃花村村民的苦难告知陛下，陛下一定会还我桃花村村民公道，处死奸臣，儿死而无憾。话音刚落，男人奔着跑向金銮殿的柱子。爹娘，儿来陪你们了。砰的一声，金銮殿的柱子似乎都抖了抖。男人最后的那几句话给足了丰原帝的面子。丰原帝坐在龙椅上，平静地看着下手的官员，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丰原帝发怒的前兆。查！季昭眠因为是弹劾蒋家的主力军，最后此事由刑部、大理寺联合，势必要把蒋家的所有罪证都查个清楚明白。九月就站在了蒋家的大门口，半点不遮掩地站在了最好看戏的位置，看着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兵进去把蒋家的男女老少都给拖了出来。蒋侍郎一双浑浊的眼颤颤巍巍地抬起来。任何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惧怕。一抬眸就看到了站在人群中间，身着一身黑衣，犹如罗刹鬼的九月。小姑娘俏生生地挑着眉朝着他笑，那笑容要多好看有多好看。蒋侍郎人都不自觉地抖了抖。他肯定不是人，不是人，是鬼，是罗刹。一路走好。鬼，有鬼啊！老东西！说着，晦气的一脚踢在了蒋侍郎的身上。我错了，我错了，子不教，父之过。在被官兵推着走的过程中，蒋侍郎只会不停地重复子不教父之过。九月冷冷地看着蒋家人走，蒋侍郎把一切都归结于蒋晴晴身上，却不知真正害他这一步的不是蒋晴晴，而是他自己，是他的贪念，是他的恶念，是他草菅人命。丰原帝坐在御书房的龙椅上，定定地看着季昭眠跪在地上。开说不说啊，这季昭眠还是有点害怕的，毕竟有些说辞他唬旁人，旁人或许会相信，但丰原帝多聪明啊，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其中必定有猫腻？九月杀蒋侍郎的夫人，肯定是确有其事，只是原因他不知道，或者说季家兄弟不想人知道。丰原帝想盘问季昭眠一番，想想还是摆摆手。蒋家的事民间怨声载道，尽快处理了，以及在大理寺，此事就由你从旁协助。不是丰原帝不愿意给季昭眠放权让他主办，实在是这人官太小了，就一小小的七品，真要给季昭眠放权了什么的，没准他回去就得被穿小鞋。还是把九月那小崽子叫进宫来问问，正好也好久没有把脉。就是好久没把脉，绝不是想看热闹，更不是因为宫里太烦闷了。对了，回去让九月进宫。皇上恕罪。九月他，妈呀，这威压也太重了，这吓都吓死了呀！季爱卿，有些事是心照不宣的，你没开口之前叫心照不宣，你开了口可就不是了。季昭眠冷汗真像下雨似的。退下吧，让九月进宫来。皇后说好几日未见她了。唰的一声，季昭眠本来都觉得今日怕是要脑袋不保，这会儿头猛地抬起来，看着丰原帝的眼睛都亮晶晶的。丰原帝陡然对上这个眼神，莫名的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季家人都什么毛病？这九月在季家都学了些什么呀？殊不知这些都是季家人和九月学的，就这炯炯有神的目光，九月一用一个准儿。所以陛下也知道我想要说的是什么。不管怎么样，
只要陛下不是要治罪九月就好。季忆清一直在昏睡，要不是九月说真的没事儿，苏若怕是眼睛都哭瞎了。哭又没有什么用，季忆清就是失血过多又从山上滚下来，然后又费了那么多力，昏睡不是很正常的吗？九月从蒋家回来也睡了一整天，结果刚醒过来呢，季昭眠就从宫里回来说风元帝要见他。拾掇自己，九月屁颠屁颠的进宫去了。又国库创收了，风元帝难道要把我叫进宫奖励了？那蒋家祖坟里面肯定也有个几百万两吧，不用给多少，有个1%、2%也差不多啊。又能揍人打人，还有前进，美滋滋。你自己瞧瞧你干的好事儿。九月十分麻溜又动作利索的跪在那儿了，眨巴眼睛看着坐在书桌后面的风元帝，那怒气冲冲吹胡子瞪眼的模样，哪像要给他奖励的样子啊。九月委屈巴巴，却偏又做不来楚楚可怜的模样。再说了，他给蒋家拔了个蛀虫，又能超几百万两银子，不说奖励他就算了，千里迢迢把他叫进宫来骂一顿，那算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九月梗着脖子看着风元帝，但是大眼睛眨巴的。朕刚在你大伯哥的脸上看到过这个表情，但他做的比你好。你这又怂又凶的样子，做给谁看？你那什么表情啊？朕还说错你了？没有，皇上说的都对。嘿，这暴脾气，真有人认错是这么认错的？那你错了吗？错了。错哪儿了？长久的沉默直接把风元帝给气乐了。你不认为自己有错？有错。所以你错哪儿了？陛下，要不您就直说吧。蒋侍郎的夫人是怎么回事？哦，陛下是觉得他不该杀。朕是在和你讨论他该不该杀吗？朕是在说你不能随便杀人。为什么他能随便乱杀别人？你都不知道，他那个女儿看上谁就要把谁弄进家里去，然后这样那样的。停！他们做了错事，自有大齐的律法来判定他们的罪责。九月，你不能随便就判定一个人的生死，就连朕虽是皇上，难道皇上也不能随便杀人啊？不应该啊！历史上的皇帝都可牛逼了，想杀谁就杀谁来着。然后九月就用一种你怎么那么没用的表情看着风元帝。说不下去了，换个方向说，若是不改了九月这想杀谁就杀谁的性子，以后还真不知道得闯多大的祸。现在朕还是皇上，能护住九月，但若是九月真的随意杀人，为什么要杀侍郎夫人？九月狗祟祟地瞄了一眼风元帝，风元帝一看九月那样子就知道这人啊在心里想招呢。欺君之罪是死罪。哦，蒋侍郎家有个女儿叫蒋晴晴，她看上季忆清了。看上就看上了呗，毕竟季忆清长得好看，文采也还成，不然我也看不上她不是。但那蒋晴晴看上季忆清就算了，季忆清根本就不认识她。那蒋晴晴就使了下作手段，在季忆清去城外寺庙办差的时候，在路上将季忆清掳走下药，害得季忆清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划了自己一刀，还从马车上摔了下来，滚到了山下。简直是岂有此理！还是个闺阁女子，行事竟这般荒唐。要不是我家季忆清可就小命不保了。那药十分霸道，非死即残。那可是季忆清是我相公，只能是我的。结果我上门就好好和蒋家说，蒋家不知悔改。那侍郎夫人还说什么不就是个小官吗？玩就玩了。什么叫做是你的？那是你的吗？季忆清那是他自己的，更何况你这也太霸道了。是你的就谁也不能动啊？那朕呢？朕也不行。风元帝就顺嘴那么一说，结果抬眸就看到九月一脸震惊地看着他。绝对，这狗东西脑子里绝对又歪到天边去了。果不其然，风元帝耳边传来了九月犹如恶魔般的声音：陛下，您瞧上了季忆清，您要纳她为什么来着？妃吗？就听见风元帝噔噔噔的从龙椅那边窜了出来，动作敏捷的不像是个40多岁黄土埋到了嗓子眼的老头，抄起他手边的拂尘，甩着就朝着九月跑过去了。九月动作敏捷的都出了残影，噌的一下就从地上爬起来开始跑。啊，不是，那什么，不是妃。
飞你个头！风元帝平生第一次爆粗口，浮尘啪的一声抽在了九月的屁股上。可老等，要不是看你是皇帝，分分钟灭你丫的！陛下，我也不知道那男子进宫该成什么样。所有人都看到风元帝老当益壮的追着九月上蹿下跳。陛下息怒，息怒啊！陛下怒啊！你给朕站那儿！九月猛地停住，再跑就不礼貌了。没看那老邓都快要撅过去了吗？这会儿认错倒是十分的快。陛下，我错了。错哪儿了？我不该胡言乱语。风元帝闭了闭眼睛，自己捏着耳朵进来。九月捏着自己的小耳朵，亦步亦趋地跟在了风元帝的屁股后面。朕就打个比方，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是人话？你是没看过皇上和臣子的文，那性张力杠杠的。也就是你老了点，不然这风元帝这老成这样都帅个人神共愤呢，那就是大主公啊。但这话不能说呀，九月难得一次的低眉顺眼。风元帝很想掐一下自己的人中，和九月说话真的是没有办法拐弯抹角，得直接说。非得把九月的性子掰回来不可，不然这想杀谁就杀谁的性子，非要成为所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不可。九月，人命在你的眼中是什么？风元帝语重心长地觉得自己像是在带个小朋友。九月捏着自己的耳朵，小可怜的样，看了一眼风元帝。人命是什么？人命当然是数字了，有些数字长，有些数字短，有些第一位大但数字短，有些第一位小但数字长，只是这数字都在现在的账户上了。但九月这会儿脑子格外的清醒，这话不能说，说了他杀手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人命啊！什么意思？人命就是人命啊，没毛病。难道从未有人教导过九月这些吗？所以九月从小……风元帝才想起九月是孤女，确实没有人教过她这些。风元帝决定换一个说法。你为什么要救朕？你要是敢说救朕就可以有赏赐，朕就会给你撑腰，朕立刻就让暗卫和鹰眼的人把你摁在地上揍一顿。头顶的梁上至少有5、6个暗卫，门口还有10几20个禁军啊，鹰眼的人也有好几个。这么多人，打不过。九月，你好好想想，秋猎的时候你拼命救朕的时候，除了因为救朕朕可以给你撑腰，朕会给你赏赐之外，你真的就没想点其他的？其实有的。哦，是什么？戚义清还有很多人都说陛下是个好皇帝，我当时就想着，我刚刚抱上您的大腿，不能让陛下您没了。还有，若是陛下真的没了，那岂不是会天下大乱？然后我也就没法安心生活了。所以你看，朕的作用就在这儿。朕是大齐的朕石，有朕在，大齐就不会乱。待朕100年，太子固然要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但若是朕真的被刺杀，那这个过程必然会变得血腥，不知还要死多少人。你说对吗？九月点点头，他就是这般想的呀。那些大臣呢？你把那些大臣都聚到朕的身边，又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是没了，也可能会乱啊。所以你看，若是你随意的就杀人，那造成的后果该有多少人受罪啊？可能侍郎夫人她该杀的呀，她和蒋勤勤戕害了多少无辜的男人。风元帝没有着急反驳九月，而是先赞同。是，侍郎夫人是该杀，但你又怎么判断你杀的每一个人都是该杀的呢？惹了我的就该杀。九月，风元帝一梗，又想掐自己的人中了。九月又揪着自己的耳朵站在那儿了。若人人都像你这般想杀谁就杀谁，那岂不是爽爆了？那整个天下就乱套了。你好好想想，到时候整个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一个口诀就会死一个人，可能谁心情一个不顺又会死一个人。大街上随时随地都会看到被砍落的头颅和四肢。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所愿意的吗？九月回想了一番，竟然觉得那样的地方不就是暗月吗？你真的愿意在那样的地方待着吗？风元帝看着九月突然的沉默，不知怎的竟心疼了一下，但还是耐着性子道：事情发生的时候，
为何没有想过进宫来找朕？九月垂眸不语。是因为觉得朕一定不会给你撑腰吗？九月抬眸想说不是的，他只是从未想过要找任何人，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他不相信任何人，也不求助任何人。可你给朕解毒，给太子解毒，给楚家人解毒的时候，不就是知道给朕解了毒以后，朕就会给你撑腰了吗？那个时候为何又不来呢？你是觉得朕对于救命恩人和一个侍郎的女儿，朕会站在侍郎女儿那边吗？九月接不上话。可你又说朕是个好皇帝，有朕在天下不会乱，所以那样一个人，朕真的会站在他那边吗？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九月，你真的想这个世界变成想杀谁就杀谁的世界吗？这话转到九月的耳朵里，就变成了：你想回到暗月吗？再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不要！九月，九月猛地回神，不想，九月不想生活在那样的地方。风原帝看着九月，忽视九月刚刚的异常，显然那不是段好的记忆。你很率真，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这很珍贵很难得，朕觉得很欢喜，因为朕从未见过有任何人是你这般模样，所以朕不想用更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你。但九月，你要记着，不管到任何时候，你心里都应该要有一条线，那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随意杀人。那揍可以吗？你踢太子屁股的时候，把凌墨揍了个鼻青脸肿的时候，朕可有因为这个说过你半分？九月摇头，太子那是逼不得已。凌墨，他揍凌墨的时候和风原帝还不认识呢，看样子还得找个位高权重的人试探试探，看看风原帝到时候会不会怪罪他。想着想着，九月的眼睛就移到了风原帝的身上。风原帝虽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不可以故意挑衅，更不可以把主意打到朕的头上来。哦，蒋晴晴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我暗示他们，只要蒋晴晴死了，那些正主就不会上吊。你倒是会拿捏人心。九月嘿嘿地笑了笑。你没事吧？没事吧？手怎么是凉的？这么冷啊？同时说话，同时闭嘴，然后四目相对之下，只剩下朝着对方露出的那个暖洋洋的笑。季青也不知道是药的原因还是什么，醒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九月，空落落的不说，心慌的不行。这会儿牵着九月的手往院子里走，看到九月走路什么的没有明显的异常，但哪怕再混沌，季青也知道自己在药效的作用下有些疯狂和狠戾。九月明明那么讨厌受气和不迁就他人的，在那个时刻，九月却是对他予取予求。进了两人的屋子，季青急不可耐地去扒九月的衣服，九月瞳孔都缩了缩。还没有解毒？不至于吧？他真就有点受不住了地说。季青的脸一红，醒过来的时候，看到自己身上的牙印和指甲痕迹的时候，就知道这战况有多激烈。季青一把抱住九月。解毒了，我就想看看自己有没有伤到你。我那个时候好像有点疯。没有，我是你能伤到的吗？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带上我可好？他不放心，不管九月的武功再高，他可以不上前去帮忙，但只要能在看得到九月的地方就成。他知道的时候，只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值得九月给他那般出气呢。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是因为喜欢我才去侍郎府的？啊，这什么玩意儿？不都说果然是含蓄的吗？谁问喜不喜欢，谁问爱不爱的呀？这季青怎么这么不含蓄？没办法，这都是被九月逼出来的。因为你委婉含蓄的，九月不想思考，统统都忽略，所以季青早就学会了和九月说话直截了当，不委婉，不拐弯抹角。但喜欢是种什么感觉，九月暂且不懂呢。不过和季青待在一块儿，心情很好倒是事实呢。入夜，听着耳边平稳温暖的呼吸，九月缓缓睁开眼睛。今日和风原帝的一场交谈，在九月的心头久久萦绕不散。走前，风原帝和九月说过一句话：但杀人不行，不管对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杀人一定要深思熟虑，因为人死了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要试着去相信身边的人。事情发生以后，身为大伯哥，季昭眠真的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七品小官，在朝堂上和盘根错节宛如参天大树一般的蒋家对上，无异于蚍蜉撼树，但他还是做了。你好好想想，季家与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存在？想？他才不会想呢。但这个档口，他竟然失眠了。糟糕，要长脑子了，莫不是要长个亲情脑或者恋爱脑？好烦呐！九月在季忆清的怀里寻了个舒适的姿势，然后将刚刚的那一切所思所想存在心底的最深处，这才睡了过去。季忆清在家休养了5、6日，因为蒋家的事情还是不得不去上衙门了。明明是季忆清去上衙，九月的怨念比季忆清还要大。老邓，黄世仁啊！季忆清扭头刚把官服给穿上，结果就看到九月坐在床榻中央，眼睛一眨一眨，小脑袋瓜子一点一点的，要睡不睡的。季忆清闷笑一声，轻轻上前想把九月放回床上，结果九月眼睛猛地亮了一下，伸手就去拽季忆清的腰带。不行不行，官服皱了要被说的。就不能不去吗？季忆清也不想去啊，好难得啊，九月竟然这般俏生生的和他说话。但没法子呀，蒋家这事儿办完，他和季昭眠怎么都能还往上升一升。你乖吗？你觉得这个词和我合适？俯身在九月的唇上凑了凑。合适啊，你在我的眼里，和这世间所有形容美好的词都合适。九月被季忆清给逗乐了。走走走，快去衙门了。季忆清嗯了一声点头，给九月盖好了被子，这才出门。东家，郡主来了。他来干什么？罢了，我出去看看。看到凌月的时候，凌月正站在马车边上，往日里那种骄矜蛮横的感觉丝毫看不到。九月莫名的蹙了蹙眉头，抬头看了看天，这太阳也没有从西边出来了呀。九月大夫，郡主来此有何事？我母妃在府中办了赏花宴，我特地来请你前去。你……九月疑惑地看着凌月，凌月眨了眨眼睛，真就和那日看到沈宗生水汪汪大眼睛的时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难道这些个锦衣玉食的大家公子小姐，人手一双看狗都深情的桃花眼吗？你是不是喜欢我呀？没办法，风原帝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让九月觉得自己简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了。凌月一整个脸爆红，九月惊恐的往后一退，双手抱住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自己。不是怎么个事儿？这是我真的脑子抽抽的这么一说，调侃2句而已。你脸红是怎么个意思？我真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男女通杀的地步了。是的，我很喜欢你。啊？我很喜欢你自信洒脱，也很喜欢你遇事果决，雷厉风行，英姿飒爽。少卿正站在九月的身后，听着这郡主的形容词，真就有了之前调查回来的那种感觉。凌家除却凌王妃就3棒槌，林月形容的这些，用欣赏这个词来说的话，明显更加贴切啊，也不至于让主子惊恐成那样。眼看九月越发惊恐的表情，少卿终于是看不下去了，凑上前去，在九月的耳边道：东家，郡主应该是羡慕、欣赏、敬佩，不是您认为的那种喜欢。你说真的？少卿点头。所以你一定要来哦。九月脑子都是懵的，嗯了一声。上次在王府，我用鞭子抽你相公一事，我做的非常的不对，我今日郑重的向你道歉，对不起。我知道无法奢求原谅，但还是很想说一句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会补偿你们的。九月没说话，对着凌月拱拱手，转身就进了宅子。九月大夫，你一定要来啊！如今在这都城，九月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了。但凡是有点心的人，也不会说九月半句不好。那次秋猎去的，全都是5品以上的官员和其家眷，有一个算一个，九月都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又因为九月的身份，其实还是有些尴尬的，毕竟家世不够，没谁主动上前来讨好他，更是没有人理他。
主打一个不招惹也不在意。9月被凌月带着坐到了亭子里，这里好几家官员的小姐们看到凌月慌忙行礼。郡主，你们自个儿坐着玩就是了。然后凌月撇撇嘴，对着前面一个人不甘不愿地喊了一声：表姐。来人嗯了一声，还是对着凌月行礼，毕竟她身份再贵重，还是五品级无官职的侯府之女。9月看到凌月那一脸苦大仇深的模样，直接乐了。主打一个旁人若是不高兴，那我就高兴了。你没有过节啊？凌月扭头就看到9月一脸的兴冲冲，就差把详说摆在了脸上了。想不到这人竟然这么的八卦吗？凌月叽里呱啦的说了出来。9月听得暗暗撇嘴，就是那表姐是凌月姨母家的嫡长女，自小就聪明，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然后就趁得凌月尤其的废物。这不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吗？难怪凌月的怨念这么深，应该是小时候经常会被人拿出来对比。许是亭子里的气氛实在是不好，不少的贵女都离开了，只剩下9月、凌月和凌月的表姐，还有凌月表姐旁边的一个小姑娘。猪猪，你还会同我说之后呢？宁宁，你说什么呢？郡主是你的表妹，肯定不会乱说的呀。再说了，你找到如意郎君，他肯定也会为你高兴的。9月眉头一挑，这话，他来到这古代也不是3、2日了，虽然觉得不过是说说无伤大雅，但这到底是古代呀，没有哪个闺阁女子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什么如意郎君的，这简直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这时9月看了一眼凌月，果然看到凌月脸色猛地黑了。凌月死死地掐着自己的手，她的婚事尤其不顺，当初是瞧上了季昭眠，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付出行动呢，季家和9月就入了皇上的眼，凌家自然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而凌月的表姐甄明珠婚事也不是特别的顺，主要是这人的心气儿啊，真的是有点高，喜爱吟诗作赋，端的也确实是大家闺秀的派头，所以就非得要给自己选一个长得好、有才华。但那宁宁似乎知道凌月和甄明珠有点小矛盾，真就非要往人心窝子上戳。郡主，您不会到处去说的吧？不会。不是，郡主你9月有些欲言又止，真的很难找到比他还要不爱动脑筋的人了。还是他真的没有看出来这宁宁在给他挖坑呢？怎么？这里一共就4个人，我和那俩不熟，但凌月熟，且和他那位表姐是有过节的。若是今日的话传出去了，那甄明珠只会以为是凌月传的，根本就不会往那什么宁宁的身上想。这个小姑娘不简单啊！郡主，您是不知道，那位公子和猪猪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郡主，怎么了？说是有那么一个人，能完全知道你的喜好，完美的契合你对夫君的所有要求，那这个人一定是我的如意郎君。那你就一定要跑，马不停蹄的跑，快马加鞭的跑，有多远跑多远。凌月和对面2个小姑娘都变了脸色，就听9月缓缓接着道：你要知道，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契合，有的只是处心积虑。而一个人能够知晓你的所有喜好，喜欢什么诗，通读什么书，喜爱什么发饰颜色，那就证明这个人肯定调查过我，所有的一切我看到的契合都是他专门为我所设的，这是一个陷阱。孺子可教也。还有，这样隐秘的事为何会被泄露？那我肯定还会把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调查一番，若是必要，严刑拷打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些东西寻常人可调查不出来。甄明珠的脸红了白，白了红，许是对自己的才女人设过于太自信。哼，一派胡言。说完，拉着宁宁就要离开。今日来此讲的这番话，知情人是我们4个，若是真的传出去一点半点，可个个都有嫌疑。说完，那宁宁就踉跄了一下。什么意思啊？你就把我刚刚说的话直接原话说给你姨母听，再不济就说给林王妃听。你听不懂，他们可是听得懂的。啊？你不是说你姨父位高权重吗？宁宁又是什么人？他父亲在我姨父手底下做事，所以他一直都很追捧着我表姐，说是我表姐的闺中密友。原来还真的是昌贵啊！
你的意思是说那宁宁是鬼？你去和你母妃还有你姨母说一声，你不说他们都来了的吗？说着九月就想离开，今日就来露个面的。好，任务完成，我去睡觉。现在的状态就很无语，九月被迫和凌月缩在一个假山的后面，都快要叠成一团了。他们是在私会吗？你可真是聪明啊，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你听到他们在讲什么了吗？是的呢，你的表姐刚刚已经答应了那个男人，说要和他私奔。他怎么可以这样，就为自己的？这是把他母妃的母家柳家还有甄家的所有女子都往死路上逼呀。要知道在古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仅仅只是一句话，那是真的一个人就会影响一个家族的。说完，凌月起身就想去打断那俩人，余光就看到了宁宁正四处的看着，很明显是在给两人放风。哎，你现在出去，你那恋爱脑上头的表姐只会觉得你是棒打鸳鸯的恶人。那九月真的就很麻，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发展到最后，他从吃瓜现场吃瓜到最后参与到瓜里面1个时辰不到。听到凌月哭哭啼啼的和林王妃还有她姨母说了自己刚刚看到的一切，林王妃满脸震惊，柳姨母手里的一张锦帕都要搅烂了。凌月没有什么说故事的天赋，但胜在这人嘴皮子还算利落，半点没有添油加醋的说了：你表姐她当真？母妃、姨母，不止我一个人看到，九月也看到了。我马上回去就把那孽女关起来。姨母，我觉得表姐如今一心扑在那男的身上，若是你们强行棒打鸳鸯，表姐怕是会怨对你们。她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往死路上逼，这样的女儿，我还要她干什么？妹妹，柳姨母一头扑在了林王妃的怀里，呜呜的哭，惹得凌月也在哭。九月看着这一幕，真就满头黑线。果然还是野菜挖的少了。什么野菜？九月，你是不是有什么好法子？我说，但你们要舍得。柳姨母站直了身子，只要不母女离心，只要不断腿，还能断了真明珠的念头。挖1个月野菜吧。什么？不是要私奔吗？等他跑出去，半路把人给截住，把两人分开。那男人既然不敢到侯府提亲，家世肯定不好，好好查查他，然后找个老婆子，就说是那个男人的母亲，寻个什么理由让人把他带回家。这私奔的女人回家能有个什么好？再到乡下去干1个月的农活，可能都要不了1个月，你那个宝贝女儿就醒悟了。就弄个假婆婆，然后再干1个月农活就行了。这世上最难处理的不就是婆媳关系吗？还有农活，真当所有人都能干农活吗？笑话！看着九月那毫不掩饰的鄙视，柳姨母和林王妃的表情都有些空白了。好的，是他们何不食肉糜了。柳姨母和侯爷说完，侯爷眉头蹙成了一团。你确定？到底是不是？让明珠身边2个小丫头过来回个话就知道了。先别打草惊蛇，把明珠看好了。你觉得那九月说的让明珠到乡下去吃吃苦，这个念头如何？那就按那九月说的办，等我好好的规划一下，可千万不能漏了风声出去。还有那宁宁，显然在这件事中也是占了一定分量。他们故意说起这件事儿，我瞧着怕打的主意就是把这件事儿闹个人尽皆知。那月月和我们珠小姐妹一直都有些小矛盾，正好就栽赃给月月，说是月月出去说的，可真是好毒的心计。真当我是吃素的吗？带真明珠身边的1、2个1等丫头进屋，看到一脸狠厉的侯爷，还有一脸严肃的柳姨母，2个丫头腿一软就直接跪在了地上。事情果然和宁宁有关，那男子是真明珠和宁宁一起外出游湖偶然遇见的，一开始就隔着船只聊了2句诗词，一来二去就聊上了。宁宁10次有9次都在，这事儿怕是那宁宁一手促成的了。真是该死。不过半个来月，那真明珠被从乡下带回来的时候，简直是脱了一层皮。凌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知道这件事儿九月不会到处乱说，一大早兴冲冲的来叫九月，非要九月和他一道去侯府见他表姐一家。更何况
那侯府一家简直是把九月奉为救世主了。若不是九月，他们最后可能就失去这个女儿，而不是晒黑了点，手粗糙了点。九月上一次这么无语还是在上一次。这样真的好吗？看热闹就算了，上门看热闹就已经很不好了，这还找了个观众带着人上门去看热闹。也不是完全看热闹啊，我也怕自己以后万一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准备去看看表姐，和她好好的聊聊天。九月抿抿唇，一想也是，人教人总没有事教人来的深刻。九月他们到时，甄明珠正抱着柳姨母哭完一场。柳姨母一听到九月和凌月来了，连忙让人去将两个人请了进来。两人一进屋，就看到床上坐着一个略略有些暗黄，整个人憔悴不成样的小姑娘。九月极为没眼力见的看了一眼床上的姑娘，转头问凌月：“这是你那眼睛长头顶上的那表姐？”凌月也不知道这会儿应该先给姨母行礼，还是应该先回答九月的话了。还是柳姨母到底是见过世面的，抹了一把眼泪：“月月、九月，你们来啦！”凌月行礼，九月微微颔首，也算是行礼了。甄明珠想要傲娇的别过头去，但想起若不是凌月和九月，她这20多天的经历可就会成为她下半辈子的缩影。擦了擦脸上的眼泪，轻声细语的叫凌月的名字：“月月。”“九月，你看看，她真是我表姐吗？不是被鬼附身了的吧？”“没有没有，只是经此一事，你表姐也算是改头换面了。”这形容词，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人刚从牢里被放出来了。几个人坐在一起说话，凌月和九月这才知道甄明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九月之前所说的差不多。甄明珠确实被哄骗着私奔，两人跑到城外没多久，就遇到了侯爷带来的人，两人就这么分散了。然后城外就出现了一个大娘，拿着那男人的信物说她是男人的母亲。甄明珠心下一喜，她也没有想太多，就跟那老太婆回了乡。本以为自己一个千金大小姐这么跑到她家里来，自会像是在家中一般被捧在手心里，但之后种种让甄明珠切实的知道了妾为奔，妻为营的具象化。男人3、2天就会写一封信回来，说他和甄明珠跑散的时候不经意的救下了一个大儒，已经拜那大儒为老师了，让他好好在家孝敬他母亲，待他高中回来就会娶她。甄明珠本来想得很美好，谁知道生活不只有风花雪月，普通人的生活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后的日子对甄明珠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恶臭的牲畜日日顿顿都要喂，干不完的农活，洗不完的衣服，几次想要逃离都被那个老太婆给制止了。想我自诩聪慧，竟也着了道，还半点听不进旁人说的话。九月一脸空白地坐在御书房里，今日李峰来寻他说皇上要见他，言语间说了一下关于秋烈一事的赏赐，说绝对会让九月满意。九月高兴的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自然跟着李峰屁颠屁颠的进宫了。但谁知道这会儿丰原帝那个老登用一脸一言难尽的表情看着他，就让九月很是无语。到底是什么赏赐啊？竟然让丰原帝做出这么为难的样子，只是不想给了？那可不行，是我的就是我的，说好了要给我的就必须给他。眼看丰原帝不说话，九月有些忍不住了。陛下，您到底是要赏我什么呀？丰原帝回过神来，实在是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今儿个他上朝，让李峰去季家把九月带进宫里来。本来他信心满满的，就是给九月准备了个惊喜。他早就做好了准备，看九月一脸的小财迷样，眼睛亮晶晶的，用成语接龙的方式夸他了。结果今日早朝，九月就给他一个惊吓加惊喜。平宁侯状告宁启，通敌叛国，这可不是小罪名。平宁侯突然就在金銮殿上捅出来了，那宁启直接腿都吓软了。丰原帝把几个相关人员提溜进御书房，平宁侯半点不隐瞒的将事情讲了个彻底。平宁侯从他的宝贝女儿甄明珠被宁启的女儿宁宁哄骗，险些同人私奔，到九月和凌月撞破甄明珠和那男人的事情，九月怀疑男人居心叵测，再到九月给他们出主意，让甄明珠去挖野菜，还有让他们注意宁宁的事情，全部都给秃噜了出来。好家伙，谁想到本来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和事，竟然就这么连上了。要不是九月直截了当的戳破了男人的目的，
微臣还只当是一个男人想攀高枝，诱拐高门贵女的事。微臣调查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男人能这么详细的弄到陈宇的信息，很显然动用的不是一点点人手。这一来二去，微臣不仅查出了男人是北门的细作，还查出了男人一直和宁启私下有来往，甚至宁宁也是北蛮的细作，为的就是微臣手上铁矿使用分配和动用的权利。这本就归兵部管理，铁矿是最重要的武器出处，而微臣还只是其中一环。整个铁矿权力方面，上上下下有实权的7、8位大人，北蛮那边全部都用了人。同陈女这般是美人计的就有3个，女的皆如陈女这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男的则是被家人养得有些单纯，不谙世事，被那些经过培训的女细作一勾，险些就中了招了。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平宁侯还找到了兵部另外2位上峰，这2位老大人也真是惨，本来年纪就大，还同沈将军一样被人下了蛊，结果没想到身体不如平宁侯硬朗，那蛊他们根本就承受不住，直接就病倒了。只有一个是已经叛变了的，把信息出卖了，只是那2个老大人病倒了才没有传上去，不然大齐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而这一切平宁侯半点没有邀功的，直接都说是因为9月，毕竟就是因为9月那么一句似是而非渲染恐怖气氛的话，平宁侯这一波赢麻了。不仅如此，连带着灵王那边也出了不少的力，总归能让皇上少戒备他们一点了，毕竟灵月也出了一丢丢的力的。9月听完都觉得是像在做梦。什么玩意儿？这到底是什么呢？这叫什么？这叫老大一个馅饼，吧唧一声掉他脸上了，想不接都不行啊。我怎么那么厉害？本来以为这人突然不讲话了，是要消化一下朕说的事情，但看他乐成这个样子，很明显这是又想到了赏赐。不过丰元帝越发的认为自己当初在猎场随口的一句9月是福星不是戏言，而是一语成谶。9月的到来解了他的毒，解了沈将军的蛊，救了楚家满门的命。还有这通国叛敌的事儿，桩桩件件哪件不是和江山社稷息息相关。9月就是大齐的福星，也不枉朕千辛万苦的给他拟定的封号了。但听着9月真就半点没有收敛的笑声，而且越笑越猖狂。丰元帝就毫不掩饰的上前给9月一个脑瓜崩。你牙齿不良吗你？9月一只手捂着额头，一只手捂着嘴，但眉眼弯弯，显然心情是真的很好。丰元帝也被9月给逗乐了，连带着屋内站着的李丰和英一都跟着9月一起乐了。笑完了，丰元帝轻轻揉了揉9月的脑袋。不愧是9月，做得真好。哎呀呀，陛下，您这样夸9月，9月都不好意思了。丰元帝看着9月那矫揉造作的样子，真恨不得戳瞎自己的眼睛，辣眼睛的很。看9月那明明就很想叉着小腰傲娇大笑，却偏偏要故作矜持谦虚的模样，哼笑一声，不逗一逗都对不起自己。既然你这般舍己为人，看样子朕给你准备的赏赐也就不用了。9月的牙花子还没有来得及收回去，听完丰元帝的话，表情一下子没做好，似笑非笑，皮笑肉不笑的，一时间都有些词穷了。我哎呀，这大齐呀，真是难有你这般视钱财如粪土的人了。好好好。糟糕，得意忘形了，怎么笑着笑着就把赏赐给笑没了？丰元帝看着9月一张小脸皱成了一团，绞尽脑汁的在想应对的法子的模样，就不自觉的有些乐。哈哈，还是逗弄小9月有意思一点，能多活好几年。全然忘记了不过往前1个月几次被9月气得险些心梗的事儿。9月很想冲上去拿出手术刀，比在丰元帝的脖子上架着他的命，让他把要给他的赏赐还回来。但也就是这么想想，毕竟他真的不想被安慰和鹰眼的人按在这地上打屁股，想想都社死。朕给你拟定了一个封号。封号？9月一噎，险些就以为丰元帝这个老登要把他弄进后宫。但2次因为这种念头被丰元帝抓着浮尘打屁股的经历，让9月几乎是念头出现的瞬间就给打消了。封号？什么封号？
风元帝一扬下巴，李峰立刻把桌面上摆着的圣旨给打开。哎，拿过来给他自己看。李峰立刻把圣旨十分恭敬地递给了九月。九月把圣旨摊开，好在他虽然不会写繁体字，但是会看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之郡主端敏聪慧，温良贤淑，知书达理。这一长串的赞美词汇，九月看得满头黑线。陛下，您这是要我帮您去哪里宣读圣旨啊？风元帝无奈叹了口气，这种圣旨一般都是有那么一套模板的，赞女子的也就那么点词汇，左不过什么知书达理一类的。他也知道这些词汇和九月半点沾不上边。看，这是你，朕要封你为大齐的续玉郡主。郡主？你可知续玉是什么意思？九月想了想，续玉两个字都和太阳有关，所以风元帝这是将它比作了太阳吗？续字代表着温暖和光明，玉字代表了明亮的希望。续玉，这是朕赐给你的名字。朕知道你的身世，托大做你的长辈，给你赐个名字可好？九月心里只觉得堵堵的，想想又觉得好笑。他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狂魔，竟然会被人比作太阳。续玉，长者赐不可辞。这小崽子是傻了吧？连谢恩都不会了。九月说实话，一时之间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那种心里堵堵的感觉是九月从未有过体会的。风元帝看着九月木愣愣的没有反应。哼，不满意，不喜欢，不愿意。刚要开口问九月到底是怎么想的。谢谢陛下，我很喜欢。那眉开眼笑扯着风元帝袖子的模样，真是让风元帝莫名的体会到了一种老父亲的感觉。大齐自开国之日起从未封过民间郡主，要知道除却皇太子的女儿被封为郡主是正一品，其他有的正式封号的郡主皆是从一品。九月啧了好几声，还说让季义清努力了，结果现在也就是一个从六品，哪像他呀？虽然没有什么实权吧，但有封赏，有实益。他可是一个从一品的郡主，以后他不光不用向其他人行礼，当然了，他有圣旨不跪，本身就不用向旁人行礼，但如今是旁人要向他行礼了。风元帝看着九月一样眼睛亮晶晶的瞧着他，一颗心软的不像样子。哎呀，你呀，瞧你刚刚的样子，朕若是不给你了，像是恨不得把朕嚼碎了咽肚子里去。哪有，不管陛下给不给奖赏，那不都是九月应该要做的吗？既然不要封赏也可，那正好，佛王寿辰要到了，藩王们也差不多快要进京了，你准备准备，进宫给他们解毒吧。到时候解完毒，朕就不用给你封赏了。不是，我难得委婉一次，真的就这一次？不都说华夏人是十分含蓄的吗？这到底含蓄在哪儿呢？风元帝看着九月那蔫儿大大的模样，抬手轻轻敲了一下九月的额头。就你这样，不要这些东西跟要了你的命似的，朕还不了解你。那就是说还是有的嘛。什么好东西少得了你的呀？再者说了，你给他们解毒，他们不也得出点血什么的吗？九月呵呵的把圣旨夹到了胳肢窝底下，搓了搓手。好说好说。哎呦，续玉郡主哎，您手里的可是圣旨，圣旨！普通百姓收到了圣旨，那可是要开祠堂迎接的。结果您竟然把圣旨夹到了胳肢窝底下，哎呦！果然，风元帝那看着九月略略有些猥琐的动作，脑门狠狠的一跳，别过脸去，全然当作看不见。只要他看不见，那九月就没有把圣旨放到胳肢窝底下，主打一个自欺欺人。九月甩着圣旨回季家的时候，整个宅子的人简直都是瞳孔地震。季山和胡春花两个年纪最大，一直被皇权奴役的老人，看到九月拿回的圣旨，简直是人都要化了。哎呀，这可是咱们老季家第一次接到圣旨啊，第一次啊！少卿很快命人收拾了一个祠堂出来，摆香案，上香，放鞭炮，迎圣旨。九月眉头蹙成了一团，看着季家人在祠堂里跪成了一片，有种这才对吗的感觉。季山跪在最前方，
只有这种时候，他跪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才有一种他是一家之主的感觉。虽然这个一家之主，也是虚假的很，谁也不敢让九月跪下来，毕竟九月是奉命不跪的。可以说，除了丰原帝，哪怕这是皇权至上的大旗，谁也不能让九月跪下。蒋家的事情已经处理的七七八八了，桃花村那边贪墨的银两也需要去起出来。此事季昭民兄弟是出了大力气的，所以这个差事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兄弟俩的身上。但这是跑一趟就立功的事情，所以这趟差事说酸话的有，明里暗地里阴阳怪气的人也不少，但季义清和季昭民充耳不闻。更何况九月现在是须臾郡主的事已经昭告天下，谁不知道季家兄弟现在是圣上跟前的红人，就算有酸话，谁也不敢当着兄弟俩的面前说。没看到九月的从一品了吗？虽然没有实权，但他俩拍马都赶不上九月的步伐。也好在九月不想争夺权力上朝堂当官，不然啊，就九月这架势，不出3年，大齐官场怕是就要变天了。季义清第5次拿着一本游记，敞着锦衣在榻上念念叨叨。九月这个小色鬼，眼睛就没有从季义清那健壮的胸膛上移开过。这人真是太犯规了。季义清随手翻了一页书，那书多轻多轻啊，哪来的风？就翻一页书竟然还有风，直接把季义清本就欲遮不遮的胸口给吹开了。果不其然，九月咽了口口水，直接从床上下来，鞋都没穿，噔噔噔的就往这边跑来。下一息，九月噌的一声跳到他的身上，吧嗒一声，游记落在地上。我也要去桃花村。九月也不想那么没出息，实在是季义清见天的跟个开屏的孔雀在他面前晃。苏若给他做了好几套的新衣服，上衙穿官服，回来就穿常服，时不时的就锻炼保持自己的身形，那一身的肌肉半点都不敢变形，生怕就不对九月的胃口了。丰原帝本想着是叫九月去的，但想起九月这段时间确实有些太过于冒头了，担心过多的人注意到他，给九月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最后还是让季义清用旁的方式把九月带上。到时候回来请功的时候再给九月点赏赐，正好给九月的郡主府年底约莫就能够竣工了，也就一并当个惊喜送给九月了。臣遵旨。本来季义清就不想离开九月太长时间，得了这个令，真可谓是使尽了全身解数。最后祭出了美人计，才堪堪把九月给诱拐到桃花村一行上。九月一身劲装，英姿飒爽，没有和那些官员一样在城门前声势浩大的来了一通，而是在城郊等着。孤身一人独自出现之时，所有人都愣住了。胯下一匹流光水滑的马，一摇一摆间，瞧人的眸光满是轻蔑和不屑。九月。闻听这个名字，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接着一个接一个的从马车里出来，从马车上下来，也有品阶高的在马车上的都向着九月行礼。就是这个感觉，爽！真不怪那么多人想要当皇帝了，这种万万人之上睥睨众生的感觉实在是太爽。要不是九月实在被懒，当什么皇帝啊？见天的睡不够，处理不完的奏折，叽叽喳喳的官员和一波接一波的刺杀。想到这里，罢了罢了，还是当个郡主就够了。这皇帝真没有什么值当，就为了旁人这么一下的尊重，搭上自己一辈子，不值当。九月顺势加入了队伍中，有那不知情的看见季义清竟然带着自己的夫人出行，已经想好了要怎么不动声色的告状了。但也有几个玲珑心的，知道九月在猎场上的表现，这会儿看到九月，好几个人，尤其是兵部负责押送的官员，都不动声色的长出了一口气。这把稳了。九月悠哉悠哉的一路像是秋游似的到了桃花村。都城的官员前来接收之前，里里外外的驻守军至少是应对了不下数十次的暴动。一看到都城的人来了，那守军都尉简直是牙花子都要扬到眉毛上去了，嘴像是打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的就把情况给说完了，恨不得马上交接完立刻就离开。毕竟谁也不知道这笔银子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蒋侍郎说的没有账本是不是丰原帝放出来的烟雾弹，也是钓鱼执法。丰原帝那老登的钓鱼执法玩得溜得很。几个衙门的人各司其职，很快就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季义清做好了自己的事情，看到九月站在土坡上，走到近前来。要不要进去看看？九月睨了一眼远处弄出来的入口。
这些人都什么嗜好？若他是个考古学家，或者是摸金校尉什么的，这什么墓啊陵啊的，对他就很是有吸引力。奈何他不是，那些银子又不属于他，看了也没用啊。不要。我们住的帐篷我已经给弄好了，累不累？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九月嗯了一声，跟着季一清就回了帐篷。半夜，震耳的雷声夹杂着刺眼的雷电，暗夜里的桃花村倏然间就亮如白昼。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头天的大雨唰啦啦的就直接下来了。九月耳朵颤了颤，蹙了蹙眉头，已经醒了，但想着是雨就没动。季清的眼皮直跳。九月，我得去看看。这会儿也不是雨季啊，这雨也太大了些。季清等人到时抢出来了几十箱，但人哪有雨水灌进去的速度快？好些人心如死灰，还有那么多的银子，好几个负责搬运的官兵还要往那坟里面窜。九月蹙了蹙眉头，看到那不要命要进去的官兵，直接动作迅速地窜到了坟地的入口，抬手就给了那领头的官兵一巴掌。你疯了不成？官兵被九月给打懵了，但想起九月是郡主，只咬着腮帮子，却连半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季清和季昭眠急匆匆地赶过来。怎么了？水位涨得太快，他们还要往里面窜呢。银子重要还是命重要？不少小兵哼了一声，只觉得季清站着说话不腰疼。九月一看那人不服气的样子，直接冷笑出声：看你们这样子，感情这银子是会长腿跑了不成？这话一出，不少还有些愤恨的官兵都愣住了。是啊，这是银子，又不是什么纸张、绸缎一类被水一泡就废的东西，大不了等雨停了以后，等水位退了以后再挖出来呗，脏点擦一下、洗一下不就成了？把这几个入口全部都封住，再命人查看几处容易松懈的地方。但说着说着，好几名官员都看着祖坟背靠山林，忧心忡忡。这蒋侍郎真是丧心病狂的很，挖空了小半座山来做自己的秘密基地，可想而知，做这巡盐御史，他是准备好了要捞多少。若是这雨一直下，那被挖空的山，不管是倒塌还是其他，对于桃花村附近的几个村子来说，都将是灭顶之灾。所有人都觉得这雨不会下太久，毕竟现在不是雨季。但谁知道这雨一下就连下了3天，且半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祖坟已经全部给灌满了，要不是银子重，怕不是得飘起来。松动的泥土扑簌簌的直往下掉，看的人简直是心惊肉跳。深秋的天临近初冬，冷得彻骨。领头的官员已经命人去采买生姜，还有9月弄出来的散寒汤的药材了。但若是这雨一直这么下，他们一直住在祖坟旁的帐篷里，实在是有点不妙。季清看着一直不停歇的雨，眉头就没有舒展过。人在天灾面前就如蝼蚁。二弟，不能再等了，桃花村下还有好几个村子，若是真有什么问题，这么大的雨下去。季昭眠来此也是和季清商量这个的。来此办差的官员不乏有好些在地方上当过官的，应对这种天灾还算是有经验。好些个官兵都凑在了一起，一个小会足足开了大半天。故土难离，这雨也不过才下了2天时间，2天不至于引起洪灾。就算不一定会有洪灾，但应该要做的防洪措施也要弄上。9月当初闲来无事，和季清和季昭眠说过一些现代化的防洪措施，但其实作用很不大，因为9月本来就不是专业的，他知道的大部分都是从各种视频上看到的，根本就一点都不详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季清和季昭眠听得实在是难懂，好在9月的想法比较先进，也算是个灵感。季清和季昭眠翻书查阅资料，弄了不知道多少天，才把9月说的不过10句话的防洪措施补成了整整小半本书。这会儿听到有官员在说防洪措施，立刻就默写了一下当初他们整理的资料。为了往上爬，兄弟俩真的就快把自己弄成了10项全能了。县令一看到季清和季昭眠拿出来的防洪措施，二话不说就准备安排老百姓自救。这边的事情了解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驻守军的人很快就跑来了。那山上的泥混着雨水直往下流，看起来实在是有点。9月刚到就听到了这么一句。那蒋侍郎把山中间给挖了，破坏了原来的土地结构，泥土松散了，这雨水一冲，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往下流。
这怕是要形成泥石流啊！九月的眉心也难得的促成了一团，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领头的官员也顾不得许多，组织百姓撤离，至少要先把桃花村下游的几个村子给撤了。驻守军和兵部的人很快把坟地给围了起来。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提防会有趁乱前来掳银子的人。季青把衣摆往腰上一塞，跟着同样造型的几个官员急匆匆的就往桃花村的下游去了。季青只来得及看了一眼九月，甚至来不及多交代一句。自蒋侍郎被斩首后，一个姓李的官员立刻补位上来，看在九月在那儿站着，忙上前2步，想要带九月去安全的地方。却见九月从兜里拿出了一张方子，安排人买这些药材，用大锅熬，所有人都要喝。把营地往上游的位置挪动，不要再用帐篷，把所有油布用架子支起来。听九月说完，李侍郎小心翼翼地将九月手里的方子接过来。郡主高义。又过了2天，雨势忽大忽小，但总归是没有一开始那么大了。他们也撤到了桃花村上游的地方，但还是留了不少人在桃花村。没法子，那桃花村底下不知道还有多少银子。他们来此目的就是那些银子，容不得半点闪失。但这么一直浸在水里面，经受狂风暴雨的侵袭，不少人都开始咳嗽流鼻涕。九月没有跟着他们去上游，而是留在了坟地的周围，直接成了随军的大夫。第8日，大雨终于开始小了。九月已经3、4天没有看到季义清他们了。他们奉命去桃花村的下游疏散百姓。九月决定等这边安排好了以后，还是去一趟那边。这风寒什么的肯定不止这边的人才有。九月刚让人熬了一大锅的风寒汤，就见一个小兵噔噔噔的跑到他的面前，满脸的喜色。郡主，怎么？您的家仆来了，带来了不少的药，还有人。九月先是愣了一下，家仆？什么家仆？他哪有什么家仆？一路来到营地的入口，看到风尘仆仆的少卿，还有他身后一车又一车的药材。少卿，九月急走2步。东家，九月猛然像是吃了一个又酸又甜的橘子，整个人像是被浸润在了酸酸甜甜的橘子汁儿里面。你怎么来了？您出门以后我不大放心，寻人打听了一下沿路，谁知道就听说这边下大雨了，连下了好几天，我不放心，就沿路买了点药材，聘了一点人过来，想说看看能不能帮上点忙。九月看着少卿，只觉得事情肯定不是少卿说的这般简单，也确如九月所想。自九月因为贪墨银两的事来到灵苏县，用最快的速度召集了都城到灵苏县一路的安月阁的人，本意是暗中确保银子到都城这一路的安全。所以每天一大早，少卿就会率先处理灵苏县的消息，所以他也比好多人都早知道灵苏县大雨的事情。谁也没有往洪灾或者泥石流想的时候，少卿就开始未雨绸缪地安排沿路的人买下治疗伤寒的药材了。九月给了他很大的权力，上万两银子的亏空，只要用在正途上，九月也是不会说他的。连下几天的大雨，少卿终是没忍住，一路把暗月阁里的壮年男子叫上，把买来的药材也一并带上，就这么顶着大雨和大风来寻九月了。九月是他的东家，是他的恩人，为九月做任何事情，少卿都心甘情愿。九月站在那里，听着少卿明明困乏疲惫，却叽叽喳喳地和他说话，那兴奋和喜悦半点都没有掩饰。领路的小兵乐滋滋地看着他们，九月不知怎的，脑子像是抽了一下，非常郑重其事地看着小兵。他不是家仆，虽然具体是什么身份，九月还没有想清楚，但一定不是仆人。少卿乐得眉开眼笑，不过15岁的少年，早就已经成了独当一面的小大人，更是成了九月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左膀右臂。正要开口，队伍的后方拥拥挤挤地跑上来几个人。二嫂，这久违的称呼，九月猛地抬眸，一个接一个的小泥人儿。季周野和季板桥个子挺高，和季义清差不多，这会儿浑身泥泞，站在人群的最后方，牙花子一扬，混着黄泥的脸越发的好笑。九月这才看清楚，不只是季周野，还有季板桥来了，季维周，甚至是季有琴、季小雨和季小丫都来了。3个小丫头一人背着一个小药箱，身上到处都是泥，偏偏药箱是干干净净的。见到九月就龇牙傻乐。二嫂，你们怎么？我出门的时候他们知道了，
听说这边可能会有洪灾，一个两个的就都跟着来了。二嫂，这是这次带来的药材总量，我们3个记录下来了，按照各种治疗风寒的方子特意配的。带什么药材，少卿到底不是大夫，只能知道个大概。季有琴3个小姑娘，9月当初只是随意的提了提，谁想到她们是真的很努力的在学。搓药丸的间隙互相考教药方、药材、药性。此番来此，也是因为知道这里暂时就9月一个大夫，朝廷就算是要赈灾，等各方准备齐全，再到达灵苏县，至少也要半个月之后去了。他们率先过来，怎么也能够帮9月他们一些。冀州野他们其实看到9月还是有些踌躇，生怕9月一把手术刀飞过来，说他们不好好在家读书了。好在9月今天真的很好说话，9月先安排了人烧水，给他们泡了一下药汤。这里的人3不5时就会去泡一下。9月说是预防风寒的，他们带来的物资简直可以说是解了营地的燃眉之急，个个都恨不得将他们都给供起来。而这些人知道9月是他们的二嫂，这一切都是因为9月才有的，本身可能只是畏惧9月，这会儿却是想要把9月给供起来。见到9月，每个人都越发的恭敬了。少卿擦着头发站在外面，看到路过的人诚心诚意的对着9月行礼的模样，乐得牙花子都收不回去了。只要有我在，主子的名声就绝对不会有问题。就算主子3、5不时的杀个人又怎么样啊？这般名声下的主子杀人，旁人也只会认为那人该杀，而不会觉得主子是杀人狂魔。不得不说，季有琴3个小姑娘的到来，很好的缓解了9月的压力。之前一时没有时间去看季义清，因为季有琴他们来了，9月就随意的抓了一包干粮，准备去找一下季义清他们了。其他人不敢说要跟着去的话，只能让9月保护好自己。兵部的官员知道9月要去找季义清他们，保护的人都派出去了。9月就蹙着眉头看着他们，然后轰的一声，9月抬脚就把边上的一棵需要2人合抱的树干给踢飞了。兵部官员就觉得自己很多余，到时候真的遇上了危险，是9月救他们，还是他们救9月呢？季有琴给9月弄了个长包包，像根腰带一样，刚好可以像是背斜挎包一样，里面装了一副风寒药，还有干粮什么的。9月莫名的有种自己不是去找人，而是要远行的那种感觉。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吗？呸，嫂行千里妹担忧。这个天气和路况根本就没有办法骑马，9月也只能步行了。一边走，9月一边在心里念季义清，只觉得自己是疯了。在走了2天之后，总算是看到了一些撤离的痕迹。9月顺着汇聚成河的水流走，不多时候就看到了前方一大波人。9月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感觉季义清肯定在这里，连忙抓紧了身上的包袱往前跑。越跑越发现前方嘈杂，而后立刻听到一声：绳子捆在我腰上，快，孩子，抓紧！这是季义清。9月来不及多想，连忙跑到人群中，走近了才看到这里似乎是有一个决堤的坝口，湍急的河流中央，一个4、5岁的小娃娃浑身颤抖着，正扯着摇摇晃晃的树枝，像是下一秒就会被河水吞噬。小宝！季义清3两下把绳子捆在自己的身上，立刻把另一头递给了旁边的村民。3、4个大汉连忙紧紧地抓住季义清，往前一跑，整个人就要往水里钻。9月的瞳孔一缩，却不敢发出声音，生怕季义清乱了心神出了岔子。季义清却似有所感一般，猛地往9月这边看了过来，只一眼，季义清的眸底迸发出了异样的神采，就那么一眼，却像是要把9月深深地镌刻在灵魂的最深处。咚的一声，河水瞬间没过了季义清的头顶，季义清消失了。所有人站在了岸上，甚至大气都不敢喘。9月一度停止了呼吸，自己却怎么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何会有这般感觉。哗的一声，滚滚河水混杂着翻腾的泥土，猛地从河水中央窜出来一个人。好！岸上的人都在给季义清打气加油，看着季义清双手翻腾，拼尽全力地朝着小娃娃游过去的身影，9月憋得一张脸都有些红。回归的灵魂和呼喊混着震耳欲聋的心跳声，逐渐回到了9月的身上。9月呆呆地站在那儿，从未如此具象化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心动的感觉。虽然不合时宜，但那奋勇救人、义无反顾的身影，让9月听到了自己心跳声。9月从未想过自己会对任何一个人动心，毕竟9月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心，
但现在那躁动的心跳告诉他，他不仅有心，还会为某人心动。我曾幻想我的心动定是满天花瓣、无人机、几十辆上百辆游轮混成一颗心，从空中拍张价值连城的照片。我曾一度认为心动一定是这样，对方又高又帅又聪明，武力值也比我高，反正怎么好怎么来，男人也要怎么厉害怎么来。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下，男人双眸含着粉色桃心和我说喜欢，我可能就纡尊降贵的心动一下下吧。反正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从未想过会对一个古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连刀都不会用的书生动心。但心动就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甚至季青只看了他一眼，根本来不及和他说话。最重要的是，季青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的那一刻，也并不是为他，但九月就是不可抑制的心动了。为那个跳下湍急河流，救下那个哭得快要背过气的奶娃娃的高大汉子，是他的相公，是他有生之年唯一一个动心的人。原来心动是对一个人的人格魅力的认可，是我对季逸清的认可。不再停在原地，九月急走2步，站在了岸边，一把抓住捆着季逸清腰的绳子。谁也不会嫌拉绳子的人多。季逸清把小娃娃抱在了怀里，抱完了。小娃娃双手死死地搂住季逸清的脖子，季逸清被勒得一噎，没多说什么，反手用绳子把小娃娃捆在了自己的背上。九月的心一紧，连忙把绷直的绳子缠在了手上，急急地一圈又一圈地往手上缠。没过一会儿，季逸清就到了近前，那呲着大牙傻乐双眸之中，只看得到九月的除了季逸清还能是谁。看着九月高兴的像是恨不得抱着九月先摸摸的亲上几十下。有人伸手把季逸清给拽了上来，季逸清喘着粗气，这么多人在，俩人也不好做什么亲昵的动作。但季逸清手上像是长了眼睛一般，手往后一背，动作飞快的轻轻捏了捏九月的手。九月失笑，挠了挠季逸清的手心，两个人甚至都没有对视一眼，却同时露了个笑脸出来。小娃娃被放下来在母亲的怀里，九月忙蹲下来，我是大夫。然后更多的温情的话没有说，没有任何温情的时刻，两个人默契十足，又各司其职。好在雨停了，营地的火堆边聚集着不少的人群，九月也不再多言，只是想着到了这里也就做点什么事吧。很快就开始帮助路上受伤的百姓处理伤口，直到后半夜，驻扎的地方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九月终于处理好了所有的伤患，直起身子，看到远处的季逸清，之前认清自己的心动，那股子情绪后知后觉地奔涌而来，3两步地来到季逸清的身边。季逸清跌跌撞撞的就被九月拉到了营地的最外围，无人之地，满腔的思念还来不及诉说，九月踮脚，双手环住季逸清的脖子，往下一拉，季逸清的人就被拉低了。身上脏，浓烈的、炙热的、无法用言语所表达的吻铺天盖地的袭来。季逸清被按在了树干上，猛一被九月这般急切的吻住，先是愣了一下，嘴角一勾，反客为主一般的转换了一个方向，将九月压在树上。空气中只剩下滋滋的水声，无法宣泄的情绪和浓郁的爱意化为了一个狂风暴雨般的吻，一个由九月主导再由季逸清引导的吻。直到九月浑身发软的被季逸清抱在怀里喘着气，舌根又麻又疼，嘴唇都快要不是自己的了。这简直是比我还要凶残了。季逸清紧紧地抱着九月，天知道在岸边看到九月那瞬间他有多高兴，却连喊九月一声都不敢，怕自己会因为救人死去，甚至那一刻想的不是旁的，我怎么能够让九月亲眼见证我的死去呢？我真该死啊！许是因为第一次九月情绪外露，让季逸清一丝不剩的全部都接收。季逸清吻得有些疯，九月也第一次知道，真有人能够性张力拉满，接个吻想要把人吞吃入腹。也是第一次，九月有些受不住。太犯规了，就一个字，爽。季逸清抱着九月，总算是有种魂归故里的感觉。这几日九月不在身边，虽说此番没有造成特别大的灾害，但季逸清一颗心挂在九月的身上。这会儿看到九月跋山涉水的来寻他，
季青只觉得一颗心被放在温泉水的中央。笑什么？这人是不是笑话他？笑话他太猴急了，要是敢说是，头给他薅秃了。笑是因为我高兴，在这样的时候能够见到你，简直就像做梦一样。九月抬手就拧了一下季青的腰，季青被拧得嘶了几声，手上却是半点不舍得把人给放开。是做梦吗？不是，是你来看我了。随后九月的一句话直接把季青轰得整个人像是放进了油锅里反复煎炸，瞬间水气就干了。季青，我喜欢上你了。啊，你说什么？我说季青，我喜欢你。九月是个半点不扭捏的人，喜欢上了同人说一声，多大点事儿啊！殊不知，这在季青的脑子里简直像是放了漫天的烟花，炸得季青连话都说不出来。季青满腔的热血无处宣泄，捏着九月后梗的手一个用力，胆大包天的直接把九月粗鲁的压向自己，头一低，力气极大的握住了九月的唇瓣。九月被季青夹着抱着，脑子都开始晕乎了，哪有人接吻接得快要窒息的？指尖缓缓抽出衣衫纹里面藏着的银针，喘气的间隙，用仅剩的那一点点的理智设想，给季青一针的后果，季青这疯子能不能承受？然后张嘴就是一口，直接把季青的唇瓣给咬破了。弥漫的血腥味终于唤醒了季青的理智。季青仓皇地放开了九月的唇，小心翼翼的想看又不敢看的瞄了一眼九月，委屈巴巴的。你是要气死我吗？我就是太激动了些。不就一句喜欢你吗？至于吗？季青越发的委屈，怎么不至于？2年了，自相遇到现在都2年了，等到九月一句喜欢，有多不容易自己才知道。我错了吗？九月哼了一声，两人贴着抱着，季青脑子里就不住的循环播放九月刚刚的那句话：我喜欢你。疯子。然后两人四目相对，相视一笑，拢了个火堆坐在树旁，季青抱着九月。什么时候的事啊？我也说不上来，就今天你跳水救下那个小娃娃的瞬间，我其实很不能理解，甚至不懂为什么会有人奋不顾身的去救一个人。两个人或许都不认识，其实确认自己心动和看到你跳下水救人的愤怒是不冲突的，但我就是隐隐觉得你那样做是在你自己看来是开心的，是正确的事情。所以九月觉得不理解是不理解，但九月不会责怪季青不要去救人。相比较九月权衡利弊之下的行为取舍，季青置之生死于度外的高尚品格就显得尤为珍贵。季青也是头一次听到九月说这些，也是第一次觉得自己对九月的了解其实很片面，甚至九月就像一个宝藏，他仅仅只是挖掘到了表皮那么一点点。九月很多想法和做法简直是通透的，像是超脱了生死。戚大人，你在这儿干什么呢？骤然响起的声音惊动了远处的九月。九月眼神凌厉的往后一扫，直接把撅着屁股正要直起身子的季昭眠吓得往后连后退2步，然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季青这才看到季昭眠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两人朝着季昭眠的方向去。大哥，你在这干嘛呢？季昭眠小心地去了一眼九月，而后看向季青，结果一眼就看到季青还带着血痂的嘴唇。果然还是被揍了。他不是什么偷窥狂，今儿个之所以会偷摸的像个贼娃子似的过来看，还不是因为季青他们回来的时候，随行的老百姓和官员在说季青下水救人的事儿。季昭民知道的时候，真的就是一边骂骂咧咧的安置灾民，一边想着安置完了就去揍季青一顿。真就是不要自己的命吗？那么湍急的河流，绑着根绳子就敢往水里跳，不把他的屁股打成8瓣，这人就不会长记性。结果扭头就看到九月把季青给拽走了。季昭民艰难的咽了咽口水，小兵识时务的远离了。弟妹啊，一清的这次行事虽然确实有些冲动，但到底最后相安无事吗？夫妻俩就十分费解的看着季昭眠，不知道这人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你要是真的担心的气不过，就揍他一顿。但是吧，
但是吧，轻一些，切莫把人打死呀。最重要的是，揍了他就不能揍我了哈。季昭民一怂再怂，反正已经怂了很多次了，也不多这一次。九月和季青对视一眼，大哥什么意思啊？大哥大概是觉得呀，你会因为我下水救人的事情迁怒我不顾自身安危，然后揍我。九月眉头一蹙，哼了一声，叉着小腰看着季昭眠。大哥，季昭眠腿一软，明明没有挨过九月的揍，但就是觉得可疼了，想想都觉得疼。我，大哥怎么能把我想成那样的人？什么样子的人？我是那种随便揍人打人的人吗？你不是吗？哦，对，你不是，你一般不揍人打人，你一般都杀人。许是季昭眠脸上的表情太明显了，再这玩下去，九月今晚怕是得真的打人了。大哥，你怎么能把九月想成那样的人呢？九月是担心我的，但是绝对不会因为我做好事而打我。他还让我下次要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救人呢。季昭眠看九月气冲冲的样子，知道季青这番话是在救他狗命。确实是大哥狭隘了，九月做了那么多舍身取义之事，又怎么会因为你救人不顾性命而揍你呢？说到最后，季昭眠都有些咬牙切齿了。季昭眠本来已经熄灭的火气，在说起这件事之后，不知怎的，火气就还是上来了，有种吵架的时候翻旧账，结果自己比当事人还要生气的感觉。你们，我可以揍义清吗？啊，这可真是稀奇了。季昭眠可真是国民好大哥，结果今儿个竟然要揍季义清了，这可要睁大眼睛好好的看看。大哥，请便。九月立刻侧身将季义清给让了出来，季昭眠随手就扯下旁边树丫子上的树枝。在下次做事之前，自己好好多想想。啪的一声，季义清捂着屁股嗷的一声，九月有种诡异的满足感，竟然莫名的想起了被风原帝用拂尘抽屁股的时候。季义清知道季昭眠是关心则乱。季昭眠打完了，兄弟俩在一边讲了几句话。季昭眠不是故意让季义清没面子，只是在初听季义清跳水之事时，实在是担心的过火了。念叨了几句之后，看季义清垂着眸子虚心认错的样子，季昭眠就说不出任何的重话来了。这是季义清的气节，是季义清骨子里带来的善良，这是他的弟弟，他很骄傲，哪怕他觉得季义清在这件事上有些冲动，他还是感觉很骄傲。灵苏县大雨，最后以死去11个人截止。这11个人还并非是因为大雨或者是泥石流而死，而是因为天气太冷，年老体弱，在撤离的过程中感染了风寒后支撑不住去世了。冲毁的房屋只有年久失修的，各个村的村长组织村民挖沟排水，修筑挡水的堤坝，桩桩件件。此番因蒋家坟茔一事来的官员全部都亲自参与。就这个政绩，那在年底考评上妥妥一个优。这么大的一个政绩，真就像是馅饼一样砸到了这次蒋家一案的官员们头上。最后丰原地那边没有直接安排赈灾官员，反倒是就地取人，就这蒋家一案的官员选了几个处理后续的事情，再加上9月贡献的几张关于如何处理洪灾后可饮用水的方子，关于如何预防洪灾后的疾病，大灾过后必有大疫，半点不可马虎。此番来到桃花村，上上下下的一行人，能往上挪动的绝对不止一人，夸赞9月高义的更是数不胜数。少卿处理完了带来这边的药材，将账本递给了9月。9月什么都没有在意，就光是看到了那个药材支出了3万两，真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然后9月拿着笔就把3万两划掉了，直接改成了6万两，更改的痕迹不要太明显，看得少卿眉心都在跳。季青在一旁帮9月处理剩下的账本，这算是暗月阁第一次大型活动。9月又是一个十分大方的东家，银子真就跟流水一样。看到9月只添了3万两，季青还来了一句：“3万两够吗？”我觉得够了，反正还要赏我一些，我赚不赔。两人一唱一和的，少卿听懂了。这账本最后看的人啊，并不是9月这个东家，而是丰原帝。这故意更改的痕迹，就是给丰原帝看的。
也是明晃晃的告诉风元帝：“哎，我这儿可花了3万两了啊，但是我就是要同你报6万两，反正我不管，你得多给我3万两，就这么一个意思。”主打一个厚脸皮吃得下，少卿都想给9月竖大拇指了。这天下若是还有谁能够把做假账做得这么明晃晃且丝毫不遮掩的，除了主子，谁也做不出来了。旁人做假账，那是这里配平，那里补齐，主子直接改结果。至于其他的账对不对，这关他什么事儿？反正你就是要给他银子，就很符合主子性子。又在灵苏县待了4、5天，这边的事情终于算是处理完了。蒋家祖坟共挖出了973万两白银，金子700多斤，珍珠4箱。自东西清算完毕起出来之后，所有人都严阵以待。谁也没有想到蒋侍郎这些年竟然贪没了这么多的银子，大家都以为500万两白银是顶天了。看样子蒋侍郎在做巡盐御史前就已经贪没了不少银子了。要不是大齐这些年来家底颇厚，就他这薅银子的架势，怕是能把大齐国库给薅秃啊！看到那么多的银子和东西，9月也罕见的严肃了起来，让所有官员换上了小兵的服饰，自己则一马当先的骑着马走在了最前面，身侧更是直接别上了长枪和好几把刀剑。就9月别在马上的武器，感觉都快要把马给压垮了。没办法，暗杀和大型团战是有很本质的区别的。这些武器若真是遇到了山匪，对于9月来说，那都是投掷性武器，主打一个砸一个出去，就能够砸倒一大片。一行人本来是准备秘密出发，连返回的路线也更改了又更改，甚至9月还让驻守军的人弄了3队假的人马去都城。结果刚到灵苏县外，看到那漫山遍野站着的老百姓，9月唰的一声就直接把刀给亮了出来，直接吓得前排有几个手里抓着鸡鸭的老百姓吧唧一声摔在了地上。离9月不远的户部官员提着100，两条小短腿儿倒腾得飞快。郡主，郡主，刀下留人，刀下留人！也是他眼睛尖，发现来这里的好多都是他救助撤离的百姓。9月浑身的狠力气一收，直接把大刀往刀鞘上一插，而后端坐在马背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不知道堵在这里干什么的老百姓。看了会儿，9月有些意兴阑珊，刚一扭头就见一个小娃娃的脸，小娃娃捏着根糖葫芦，颤颤巍巍的递到了9月的面前。姐姐，给你吃。9月先是一愣，条件反射的接住了那根糖葫芦。多谢郡主救我女儿性命。9月摸了摸，从马上下来，蹲在地上，手里的糖葫芦递到了奶团子的手里。你吃。小姑娘先看了看大汉，大汉满脸通红。我娘子送了鸡鸭，丫丫想要把自己最喜欢的糖葫芦送给郡主。草民，我说话语无伦次的，9月却还是听懂了。这糖葫芦是小姑娘要送的。9月眨眨眼睛，这种情绪很陌生，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觉。于他而言，这些百姓都是陌生人，况且他救人治病什么的，都是想着回到都城以后，这些都是可以和丰原帝交换赏赐的筹码。但现在那陌生的感觉让9月有种……他们不是筹码，也不是物件，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见到心爱的糖葫芦在旁人的手里会流口水的奶娃娃，是9月绞尽脑汁地想了许久，最后却发现只有用一个词或许能够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生命，是鲜活明亮，充满了喜怒哀乐、爱恨嗔痴的生命。大家看9月蹲在地上和小娃娃说话，那种9月高高在上的距离感突然就没了，不少人凑了上来。9月第一次遇到这般阵仗，不多时手上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吃食，甚至还有人连夜做的棉布鞋。季义清挤过来的时候，9月正一脸懵逼地站在人群中央。他们……因为你值得所有人的喜欢。你看，他们都很喜欢你。我知道，我懂，我都懂，懂你的不知所措，懂你处处接受这些的茫然。没关系，慢慢来嘛，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真的很好，
值得所有人的喜欢的。这种情绪真的很陌生，陌生的9月有种空落落的心被塞得满满的。